Hello，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伦。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兰迪。流水条条播到现在嘛，想问一下，你们彼此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对手戏是哪一场？突然想起了一场戏，后半部分吧，有一场戏是姜慈在抒发他的情绪，就可能片花里有他打掉了那个周那场，就是兰迪演的非常的入戏，非常的吸引人，非常好，好到就是那个过程啊，我已经就是完全听进去了。那二位有没有一场是你们觉得互相飙戏都飙得非常的爽？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挑不出来是一场，我觉得就是演戏反正是两个人配合的事情嘛。然后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就可以和兰迪一块儿演的过程中呢，就是无论我怎么演，他怎么演，我们俩之间是有一个默契可以接住和搭上的。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戏播出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感受，每一个反应做的都非常的准确，不多也不少。你少了这个反应呢，可能别人还看不懂，尤其在我们前面这么快节奏，对快节奏的时候，可能还看不懂。但是你演多了呢，就觉得你太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刚好在那个度上的时候完成了这个戏，我觉得配合得很好，就是默契吧。对，默契。有一些临场发挥的时候吗？超哥是一个细节控，就是他会去捋很多的逻辑，然后我们就是在前期走戏的时候，其实就是会把它走得特别明白，然后就是走戏的时候我们会去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拍的时候好像就按照我们怎么走怎么来。对，前期消化的都很好，就看临场发挥了。大家都管你们叫后感很重的这一对 CP， 那回应一下。拍的时候真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个人感觉啊，我们不就是在一个不让别人观察到我们的行为的一个环境里，完成了我们要做的事儿吗？怎么大家就感觉这是一个偷感呢？那可能就证明我们演的确实比较正确吧，对不对？正好演到了，身边的人也都没有发觉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还顺利的做完了我们该做的所有事情，然后碰撞出了我们之间的感觉，然后还让大家认可了 get 到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吧。对，你说的对，是吧？对，谢谢。这种体验应该除了在表演里面，就是平常生活中就很难体验了，对吧？平常生活中，我觉得既然体验了，别人也不会发现吧，因为就确实完成的很好。就即便生活中啊，我们俩在聊很多自己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吧？西哥现在也不知道我们俩在聊什么。剧播了之后嘛，反响还是很好。你们也会看网友的一些弹幕啊，好玩的那种花式的一些评论吗？看了做的表情包。表情包？什么表情包？因为给你做了一个 Louis 的那个，你的喉叶，你的镜头。因为你戏里有个台词儿说的你的喉叶什么的。是吗？哎，对，就是那什么个，就是那个，对。你的侯爷，不如好好担心你，不然呢，看你为你的电影。真的假的？我怎么第一次看这个东西啊？啊，没有看到过吗你？没有，平时看的是，可能就看剧的时候我能看到弹幕，弹幕有的时候因为剧情太精彩而无法顾及那个弹幕。看完我看一条转你一条，看一条。好，你就发吧。这个确实，我也没想到怎么被。哎呀，好，别演了。玩坏了。这次的这个剧妆造都特别好看，你们觉得对方记忆中比较好看的一套妆造有印象？都好看，都好看，都好看，都好看。这个戏感情戏还是很动人的嘛。觉得对方让自己心动的那一个瞬间是，你们记得是哪一部分吗？我应该是从那个你舞剑那场，就是开始说真正的理解魏昭，但是那一场也没有说心动，只是说去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到了后来去南陵的时候，两个人一起面对了很多的事情，觉得说这两个人其实是一起去面对困难，去解决问题，后来才开始慢慢行动。你也是吗？对，我也是。哎，真好。偷偷你先回答。我也是。有一幕是女生在前边，男主走过去就硬撞了她一下，看起来很像是吃醋啊那种，观众看起来就觉得很心动，就这种瞬间的，你们有印象深刻的吗？那个能感觉出来吃醋啊。女生会觉得会有。对，会有一点。而且其实到那会儿，我感觉男生女生有一点欢喜冤家，就是没有死对头的那种感觉了。所以因为身份的转变，也会觉得说他的这个举动就是跟前期看来会有一些不一样。魏昭为什么不想把小泥猫还给小慈？其实在去南陵的时候，魏昭已经选择把小泥猫还给他了，前面就是为了拿捏姜慈。在计划里，自从舞剑失败之后，那一趴就算过去了，包括一些小泥猫的损坏的一些戏啊就出来了。对。所以两个人
人其实是在那种互动中，感情才慢慢的渐有升温，然后心里有一个变化，对吧？因为一开始其实女生是被男主得一刀。对对，其实他在树上没事，他主要是碰到他认识玉莲，认识玉莲这事儿就对我来说比较大。借这个本子之前，互相有理解一下对方的角色的一个底色嘛。其实我的理解是我们是一样的人嘛，都是善良的人。对对。你们俩对这个字。对，在我看来，魏昭其实内心是善良的，然后姜慈其实她就是一个非常山野丫头，对，无忧无虑，是善良自由的这么一个女生吧。然后只是误打误撞的，就是自己调皮嘛，下了山之后碰到我了，就这么简单。就碰到我之后，多亏她拥有了各种的智慧，包括各方面的能力，才能让她存活在我与裴衍之中吧。因为你的这个角色底色要沉重一点，兰迪的这个角色挺阳光的，很艺人的一个小女孩。兰迪对她的这个角色认知也是这样，是吗？对，老师说的很好，老师说的特别好。我觉得老师可以直接把老师的那个帮我们放在底下了。对，他的底色，我们负责回答对或不对，不对我们就站出来说不对，然后怎么样，对就对，但基本上都对。对，就他底色还是很沉重的。对，我黑色，他白色吧。我彩色。我彩虹。那我暗黑。比如用星座来比喻这两个角色的话，你了解吗？我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就是我是萧无暇座，我是姜慈座。能不能模仿对方经典的一个表演？不能。我已经模仿你的电影。我可不是这样，你模仿的是表情包。也算。不好模仿，姜慈是这个表演无法被超越的。对。那你可以说他的一个名场面吗？那我名场面太多，说不完。全是名场面，这种无法超越的名场面太难了。对，就只能演观众吧，就是欣赏。你们平常在现场不演戏之外，私底下会怎么打发时间？他看球，把球架我脖子上。这个姿势确实就是就在现场，我就上午有的时候会看篮球嘛。对。我那个椅子那个高度很合适，然后我在那儿靠着，对，中间正好有一个像那个手机支架，对，支架就可以放在那儿，就正好就可以看。缺个桌子平时也会聊很多方方面面，什么都聊。他有的时候一天的戏量特别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给他心灵上做一些心灵抚慰，食物补给，让他把这一切都很快就过去了，没事，坚持完就好了。你看现在感觉我是什么很脆弱的人？没有，姜慈的戏量很大嘛。你的戏量更大。我还好，我都戴面具在树上待着呢，就是待的时间比较长而已。但是你的戏比我好歹还有休息，你天天干活。你也天天干活。我有休息，显得西哥不天天干活。互相安慰，互相打气吧。下面一个问题是嘉伦的，你觉得魏昭和周深成两个小苦瓜，你怎么去区别演他们呢？区别这完全不是一个类型。我都没觉得苦瓜是啥意思，确实不大理解这个苦瓜的意思啊。我只能说魏昭和周深成完全不一样吧。想问一下兰迪，这次演姜慈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可能遗憾的地方？没啥遗憾的地方，我感觉我好像跟姜慈一样，就是我做了就做了，反正什么样我也不后悔。这个人物的性格跟你本人的性格是比较贴合的。就是姜慈比我外放太多了，然后他也比我聪明太多，这一点不太像。是外放不像还是聪明不像？我觉得外放跟聪明都不太像。我现在外放很多了，但是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就是敢做敢闯的那个劲儿还挺像的。你在这个角色里一开始跟男主其实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嘛？你觉得他是在什么一个情况下开始转变到爱上这个男主？就刚才超哥说的，就他们俩其实是很像的一类人，就都很善良，心怀大义。就姜慈在前期，他其实有和裴衍说，就在我心里承担责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这个世上正是因为有这些愿意主动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的人，我才能够去吊儿郎当的看热闹，我才能无忧无虑的上树喝酒。他其实当时是对裴衍说的，但是这也很像是后期他认识的魏昭。这一点上来讲，他们两个是灵魂契合。再加上到了后期，像他们去到南陵，其实侯爷一直把他像是一个笼中雀一样养着，不想让他去接触那些困难。但是他和魏昭在一起，他们两个其实是很平等的。魏昭愿意说去相信你有解决这些事情的能力，你可以独自面对，我们也可以一起去面对困难，去解决问题。所以这一点是一个平等的身份，两个人很同频共振，我觉得这都是爱上他的原因。我们这个采访它是在国庆期间会上线，你们二位给大家说一下国庆有什么计划，给大家支招，国庆可以怎么玩？国庆看流水迢迢，建议大家就是
放假几天就在家看几天流水迢迢。给大家送个国庆祝福，国庆快乐。对，国庆快乐，一定要在家一起看流水迢迢。看前面的剧情，很多观众都不理解嘛，就是都杀成那样了，为什么姜子后面会爱上魏昭？你是怎么理解的呢？就是他和裴演说，在我心里承担责任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正是因为有这些愿意去承担责任的人，我才可以去吊儿郎当的看热闹，才可以无忧无虑的上树喝酒。愿意把责任扛在肩上，以大局为重的人，那我才可以吊儿郎当的去看热闹，无忧无虑的上树喝酒嘛。就是他其实当时是在对裴演说这些话，但我觉得也是在说后面的魏昭。这两个人从灵魂上面来讲是契合的。但是我想，那么多人为了助你成全你，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那么你做的事情总归是有意义的。再加上说他在裴演身边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像一只笼中雀，飞不出去，但是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但我就是只小麻雀，我喜欢在天上飞，也总归要回到天上去。我觉得姜慈是一个很敢很闯的一个女孩，她和魏昭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魏昭是给了她充足的这样一个机会的。而且他相信他有能力去面对这些事情，他们两个是可以一起去面对困难，去解决困难的。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面，他和魏昭来讲是平等的，这也是他会后期爱上魏昭的一个原因。表演这种就是很疼痛，然后各种受伤的戏，对你来说挑战大吗？我觉得表演疼痛其实比较难，但是因为当时我是真的疼痛。虽然说超哥呀，然后还有导演组啊，包括我们就是摄像老师，其实他们都会在帮我找怎么能让我去更简单方便的去完成这一场戏，但毕竟是在真正的就是你要去感受那些，所以确实自己就是会有什么可能喘不上气呀，头昏脑胀啊，然后说不出话呀，确实有这种真实的生理反应，所以我觉得不是那么的难。播出嘛，然后都收获了好评。现在还有待播剧，然后有现代剧，有古装剧嘛。现阶段想知道你的规划是，就是多进组嘛，就是当劳模吗？我觉得现阶段就是多进组肯定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还要看市场啊，然后看剧本角色和自己的适配度，就是肯定还是想选择一些更适合自己的项目。我觉得演员也是一个说需要去回归生活的一个身份，我觉得感受生活才能说我在之后会有更多的生活抓手。而且我觉得演员对我来讲是一个长线职业，就是肯定还是想说脚踏实地，稳扎稳打，就走好当下每一步。就是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嘛。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目标是怎样的？就是在角色上面肯定还是希望说能够去更多的展现女性力量，因为大家看我之前的角色，就是会感觉她是很坚韧的，然后是能够给予你力量感的。而且就像大家说姜慈是一个野草型女主，她有着自己那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我觉得这种角色就是我想要在后期多多去尝试的。然后在题材上面，其实像我之前演的有那个谢谢你温暖我，我觉得可以让可小看的不知了啊，谢谢你可爱了，谢谢和他女儿那种就是像那种题材，就是可以说通过我们演员还有影视剧工作者的小小的一点力量，能够让大家去关注到一些我们平时关注不到的人群，我觉得这些都是我想要去传达给大家的。很多观众都觉得你有那种观众缘嘛，就是说观众缘是一种宣泄，你会经常在业内听到这种类似的夸奖吗？就是觉得你很有亲和力，然后看到你喜欢你那种，就是你会听到这种夸奖吗？那如果听到那种制片人啊什么的夸奖你很有观众缘，你会怎么看呢？你是天人对，原来这是靠家教来的观众缘。现在还有个词说魏昭是碰瓷专业户，碰瓷啊，有点贴切呢。不装了，
我摊牌了。等会儿啊，我上第一笔就，哎呀，画画，我现在发现啊，这真的不是我的一个，那可能横店鹰眼还是我，流水代拍也是我新起的一个职业啊，我还戴着面具呢，别人不知道谁在拍。天选代拍，以前我经常说一生一世，我被虐得很惨，但大家都说那是一个绝世铁剧。那首先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这个剧本最吸引的地方会是什么呢？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剧本之后，我是被他的一环扣一环，还有这个魏昭这个人物的一些设置啊，包括他的背景，被这些吸引。我看的时候都看着，哦，原来是这样，哇！这两个人斗来斗去，然后魏昭的身世，包括他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非常想要演绎的。而且这个角色就像刚刚说的，他前后反差非常大嘛，所以你在演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不同的面，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设计在？其实我没觉得魏昭的前后反差非常大，可能在前面魏昭相对来说很多事情在他的计划之内，只不过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僵词，然后稍微打乱了他的一些计划。那后面呢，其实他就属于走一步看一步，不断的寻找解决的方式。其实他们底色是一样的。然后我看大家对你的那个表演里面还有夸赞特别多，就是因为他剧里面其实有戴面具嘛，遮住了半边脸嘛，是但是他的那个眼神还是特别好。只要你融入进去，他的背景故事摆在心里之后，然后给别人呈现的那个状态全是伪装。我特别喜欢他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在伪装的过程中其实很享受，所以自然而然可能就出现了很多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眼神。在两重身份之间切换是如何做到这么自如的呢？其实他没有说太多的一个区别嘛，只不过是随着剧情发展而产生了一些人物上的表演的方式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我还是我，5年前和5年后，我肯定多少有点不一样。5年前后，你觉得你有什么变化吗？更沉稳了，更明确了，明白了很多的事情该怎么做，也是不断的在进步吧。剧中就魏昭跟那个小四之间有很多那种小学生是那种幼稚行为哦，对，那些是有一些你们的设计吗？我印象中好像撞他那一下是剧本里有的，但是有一些东西确实是我也想到了一些，就比如说逗他的方式。我们在现场试的时候，动动他头，拽一下他的辫子，最后就在现场看哪一个更加的合适。现在还有个词说魏昭是碰瓷专业户，碰瓷啊，有点贴切呢。不装了，我摊牌了。就是大家都很想让你画一下你心目中的无脸猫。对，我心目中的无脸猫。对对，然后我们同时聊一些那个就是粉丝的提问的趣味问题。等会儿啊，我上第一笔就，哎呀，对于画画，我现在发现啊，这真的不是我的一个。没事，你画出来粉丝都喜欢，考验你那个一心做二事。好，这么快？不能一心做二事。那第一个问题说，这么周正的脸是如何演出偷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正常，就是在观察到别人没观察到我们的时候，还不能让别人发现我们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把这个该完成的事情完成嘛。大家现在都说他们是偷感夫妇。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完成的还不错。对，还有粉丝说，就是你演魏昭挖墙脚，感觉如何？挖墙脚，对，就是说那个西哥那个角色在砌墙角，然后你在挖墙角。我没有挖墙角，姜慈要进到那个侯府，侯府那一撇也得靠我，没我他都不认识这个人。这个解释很有道理。所以不是我挖墙角，魏昭从来没挖墙角。大家都说萧无暇天天蹲树上的时候，是不是和横店代拍一个视角？哎呦，现在我无意中看到那个远处的一些树丛啊，我以前都会第一反应就是有没有代拍，现在可能就觉得魏昭会在那上面盯着你了。对，大家就说你从横店鹰眼变成了流水代拍，有什么想说的啊？那可能横店鹰眼还是我，流水代拍也是我新起的一个职业啊！我还戴着面具呢，别人不知道谁在拍。天选代拍。那你自己最喜欢剧中哪个名场面？你觉得？名场面哇，其实决斗场那场戏是我拍这部《流水迢迢》最注重的一场戏，因为那场戏拍成了，它就能建立起别人理解魏昭的那一步。我们经常都会在聊那场戏怎么拍，然后我应该以一个什么装束，用什么特点去展现这是魏昭。然后武术导演也是有非常多的深厚的底子在啊，给我们出了很多的招，所以当时我们确立的就是魏昭就是反着拿刀，这样的话在一个决斗场里你能清楚地认识到那个就是魏昭，然后成为他一个身上打戏的一个特点。
这个剧是先杀后爱嘛？那你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爱上小慈的呢？我觉得魏昭对于姜慈的一个改变的转折点，就是在武完剑之后，姜慈有一番跟魏昭的对话，姜慈也是从那一次开始对魏昭更加了解了，两人可能慢慢的产生了一些大家想看的东西，比如就是可能前10集没有了一些两个人之间互动啊，两个人慢慢过后就是相当于爱上嘛，爱上产生误会，然后就开始吵架，经历了很多事情又要分离嘛，确实有点虐心的。对，就大家现在有个词说任嘉伦出道10年有7部毕业剧，然后说任嘉伦是不是不虐的剧不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巧合，只是碰巧就是这些本子可能看完了之后比较吸引我。那你觉得流水迢迢的虐心程度在你的作品里面能排第几呢？我觉得还要看观众的感受，因为有的时候我角色的对我的一个虐心程度和大家感受的虐心程度它不是特别一样，就跟以前我经常说一生一世我被虐得很惨，但大家都说那是一个绝世铁剧，我说好吧。那你自己的视角，你觉得流水迢迢呢？很虐啦，流水迢迢，父母也双亡，然后只有姐姐，姐姐又不在一起，然后我又被丢在一个决斗场里，在决斗场里，如果我不是最后一个存活下来的，我就在那就没了啊！太不容易了这一生。其实我很心疼魏昭，魏昭内心里有太多东西要承受。那和姜慈呢？姜慈有时候误会他也不能，也有很多难言之隐嘛，所以就是哎呀，很难受，就是难受啊。在演这种他这种幼稚那个行为的时候，内心有自持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别人都没发现的时候，我们俩之间的一个小感觉嘛。两个人要碰撞的，有一点点节奏对不上，他就成立不了。所以还是兰迪也是很厉害，他能接得住给到我，然后我再回馈给他，这两个人的默契就在这个地方产生了嘛。